在世界赛还有新赛季之中，有什么英雄是首抢的呢？在凯撒路，夜叉吗？好像也蛮不错的，不过也还没到首抢吧？难道是我们的瑞克？瑞克也还好，那还是说祖卡？祖卡这个英雄可是一定要出全输出啊，要不然的话打不出它价值，就像艾米丽还有小青一样。那答案就是叶娜，因为叶娜这个英雄在世界赛通常就是首抢的一个英雄，而且他还能够弹爆、痛爆、秒杀型的英雄。这一次我们逆风到底怎么发挥？好好享受吧。这里看到对面的卢米亚直接一个2技能环速，在1技能打上沉默之后，把他秒了，还有他身上的蓝 buff。看到对面的哈亚蹲他一个把他先收掉，然后呢看到还有卢米亚开启重剑模式，一个连招再来2发的技能，1技能把他人头直接收掉，做到一个 double kill。这里队友几乎被团灭了，我们忍辱负重。蹲对面的输出一个2技能，又是对面卢米亚沉默他开启大招，他闪现我们也闪现，再换回我们轻剑模式2技能，又来一个环速，马上切过去，不断的连把对面卢米亚直接收掉。那我教大家呢不用学费，可是呢请在下方现在点个赞哦，大家，你的小小的点赞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支持，对，就是你哦，小兄弟。本节目没有人赞助播出。Hi everyone， 我是 Matt Team 的我，这次带来的是叶娜的实战解说。那如果还没订阅窝窝的频道的话呢，请先订阅，要不然的话就失去一个叫你上 S 的方法。那如果你是玩过叶娜，或者喜欢叶娜，或者是玩过凯撒路的，请在下方点个赞。那如果是喜欢其他路、其他英雄，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喜欢玩什么路、什么英雄。那我的话呢，也会尽量出那个英雄的实战解说来给你看。那叶娜这个英雄呢，这里可以看到，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是很强势的一个英雄。为什么我会选他呢？其实呢，想要玩他，就是因为现在世界赛呢这个英雄十分的夯。那基本上很多时候，如果呢首选的话呢，基本上也会抢有抢的一个趋势，就使得我们会觉得这个英雄呢其实很厉害。那这里比较可惜的是，这一把呢在前期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是压着对面吕布来打，不断的控兵线。那把他打成残血之后呢，很可惜的，我们的打野都没有来把他收掉啊。其实经济他一开始掉我们超多的啊，大概600-700的我们控兵线控到。那反倒是呢对面的这个科里纳卡呢不断的上来的 gank， 可惜我们队伍没有打野来支援的一个状况之下呢，前期呢就比较惨烈一点啊，为了守住这个塔。那这一把打了20多分钟，那没关系，我们的前期这个大概已经告诉大家，我们直接呢进入这一把的一个重点啊，前期我们先快进。那其实这里值得说一说的是呢，其实很多小兄弟如果玩打野的话呢，你会想着一开始呢就直接去 gank 这个魔龙路，4等就是 gank 魔龙路。那其实很不一定啊，比方说这一把呢，我们2次都把上路的这个吕布呢打成一个很残血的状况，那下路反而是打不出什么个所以然了。所以呢，其实在前期的时候呢，如果是玩打野的小兄弟呢，建议可以多看一下这个小地图啊，这个地图观是蛮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呢不一定是 gank 就某一条路看到这个吕布前期强势不一定啊，可能你自己的凯撒路已经把它弹残血的一个状况。这里我们不贪求这个助攻或者击杀，因为呢知道吕布进场会比较麻烦。比方是比较先环速对面的吕布，然后这里直接把对面的这个卢米亚的人头呢搭配队友直接收掉，然后看一下还有没有人要再进场。那我们出装方面呢，其实一开始呢会先出一个鞋子啊，增加我们资源性。那鞋子出什么鞋子好呢？这一把有2个鞋子可以出，你可以出物防鞋也可以啊，魔防鞋呢也可以。那这里呢，我们叫我们的法师先过来拿这个蓝 buff 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如果对面这个时间点入也是很容易的，要是留给打野的话，应该留不到了。
不太可能得到，对面很大机会反野的一个状况，倒不如先把自己的蓝 buff 先拿了。那我们这里呢，就拿一个这个物防鞋，因为这把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对线是吕布啊。那其实一开始我们出一个物防鞋，虽然前期我们有快进了，那可是前期我们是吕布真的是打我们像挠痒一样，要不然如果不是对面的其他英雄一直多打少的话，出物防鞋对于吕布会蛮有效的啊，很有效，因为现在这个版本呢，它很吃普攻。那如果是大家有看世界赛呢，其实2个鞋子都可以出啊，2个鞋子都可以出，因为什么呢？因为韧性这个东西呢，对叶娜来说虽然可有可无的感觉，那可是如果对面有机会控制，然后一波打的话呢，就麻烦了。比方说对面的亥牙这把呢，出到一个很环速双环速流，或者是对面卢米亚，那这些的控制技能呢，如果在叶娜没有大招的时候呢，没有我们免控的时候，还是蛮麻烦的。那所以呢，你也可以选择出一个魔防鞋。不过这一把呢，在前期的时候物防鞋是比较有用，真的比较有用。到对面的亥牙环速装出完之后，你再换魔防鞋也不迟。那如果怕麻烦的小兄弟们，就可以一直维持这个物防鞋就可以了。那这一把的可以概括4个字：忍辱负重。这里直接把对面的亥牙直接收掉，还有对面的这个卢米亚，他直接缴闪现。那这里看一下队友有没有跟上啊？那如果打对面这个吕布的话呢，他现在还有一个被动的状况之下，还有他一技能呢可以逃脱之下呢，你用叶娜来追他呢，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啊。你跟他对线是可以，可是如果你是要去追击吕布的话，没那么的轻松啊。那这里看到这个对面的卢米亚，一个2技能环速，一个1技能上去，马上就把他秒了。这个就是我们叶娜的可怕之处啊！这个英雄，其实这把真的是忍辱负重啊！这把很多不必要的团战呢，很多小兄弟就会去打，其实不太需要。因为在前期的时候呢，对面真的是超级强势的，比方说对面的蝙蝠侠啊，那到中后期啊，我们的真正这个输出位主要输出位，比方说亥牙啊，我们的这个莫拉啊，中期当然卡利输出才出来。所以前期不能够太过冲动。这里对面的亥牙，想要收残血的我们躲在草丛的尾端，他的苦打不到，我们反杀一个，在草丛蹲出来，没想到这里直接就把他人头收掉，再来一个，还有对面的卢米亚，一技能刷起来做到一个双杀了这里这个叶娜逆风的最主要心得是什么呢？就是刚刚的玩法是什么玩法就是一个蹲人不断蹲点，把对面输出位切掉就好了。那这里呢，我们呢不适宜再战，因为只剩下一个萨尼的话，对面还剩下吕布这个英雄。其实吕布这个英雄呢是这一把我们很难切他，为什么？克莱斯这2个英雄打来没有意思，就是因为对面吕布是出全坦装这一把他完全就是一个要防止这个叶娜单杀的一个状态。那前期很多机会我们可以单杀他。那没有队友资源的一个状况之下，反正对面有资源，那就没办法那这里我们直接控他在这个墙壁，萨尼一个大招上去，我们直接又来一个技能，吕布你还在吗？直接一个2技能环速把你这个复活甲打出来之后，还是把你人头收掉，搭配这个我们队友那很值得注意的是呢，一开始为什么不进场？要再等一下，我们把这个兵线整理完才去进场的。刚刚因为输出位还不在，你去打这个吕布，会去打这个克莱斯打来打去可能反而是对面的输出先赶到，那就很麻烦。没有输出位去跟对面这2个英雄去打的话，如果单靠叶娜的话呢，这个效益不太高，而且呢对面可能会反打一波。这里先把对面红 buff 拿掉，地图上的资源呢尽量的拿，直接控制对面的这个亥牙，把他人头收掉，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蝙蝠侠躲掉他技能之后呢，打出他这个复活甲用闪现，然后呢再搭配卡利把他人头呢收掉，用2技能环速他。
那我们这里呢蹲一波这个草丛，然后其实这里是可以打的啊，不过小兄弟们啊，这个时间点，莫拉去了打这个凯撒，其实这里是绝对可以把对面切掉的。那萨尼这个时间点不过来的话，就有点尴尬。明明看到他很多血量啊，没有过来，我们已经换了一个死神镰刀了，那现在才过来就迟啦。不过呢也没所谓啊，我们尽量做好自己就好。不过刚刚那一波呢，真的是。就是感觉就赢了，一定可以赢了。那么多队友在附近，结果怎么那么多血？这个7成血量就站在后面啊，一个坦克就站在后面啊，不动啊，然后就也没所谓了啊，这个玩得开心就好啊，尽量玩好自己就好了。那这里我们把这个下路兵线直接整理。那我们刚刚已经买过复活甲，还有这个死神镰刀。那在换装备方面呢，这里发现了粘对面比较难粘，因为对面比较多位移的一个功能，比方说，这个卢米亚也可以甩我们，这里直接把对面的蝙蝠侠直接收掉。那还有一个的卢米亚队友把它收掉，所以呢，要粘对面这个时间点，我们又需要一点魔防，又需要一点物防。那补一个便宜的装备，可以补什么呢？可以补一个冬日战服。那到我们的复活甲的 CD 好了之后呢，冷却好之后再换回副甲，因为我们钱也是蛮多的，不怕。那最重要的是呢，我们发现这一把呢，其实对面的汉雅是比较难抓的，因为它双环速啊，再加上对面的卢米亚也是蛮难抓的，因为它可以甩人啊，它可以2技能啊，而且对面呢吕布这些英雄他都是拉打型的一些英雄，使得我们这一把其实蛮难打的对面。这里其实我们就要打一个凯撒了，不断发起这个 call 啊，打这个凯撒，因为已经耗掉太多时间了啊。这里其实就很早，我们就可以这里做一波了，那没所谓。马上这里开启我们凯撒，那个冷却好了之后啊，我们复活甲马上呢就换一个复活甲回来，不要我们的冬日了。冬日这个装备呢，是因为它很便宜，而且我们可以马上换。那这里看到，我们先蹲一点，不用去那么的较劲，真的啊。2技能上去，看到对面卢米亚直接切啊，他还有一个大招，我们也跟着闪现，好不好？这一个2技能，再一个环速啊，他还想逃，再一个2技能过去，再把他的人头收掉。那这里呢，我们看一下对面，我们就不要再进场了，因为呢队友已经团灭了，萨尼这个状况也是蛮差的，而且很明显的他的王权被动啊，已经没有掉了。那没所谓啊，我们这里呢还是做好自己的这个本分就好了。这个时间点呢，我们到7杀啊，3个死亡，那5个助攻的一个状况。那其实头2个死亡真的是不必要的，真的很不必要的，因为如果有支援的话呢，就是比方说对面中路上来，或者是对面的打野上来的话，其实我们自家也是要去跟着去支援啊，那没所谓啊，没所谓。我们这里呢，看到对面的吕布直接看到他复活甲，再把他收掉，直接呢收掉他2次。这个对面的这个吕布小兄弟，那为什么会这么痛呢？因为这个时间点我们已经出了一个天丛云。那在这个5分钟之前，5-6分钟之前呢，我们这个天丛云呢还是没有出完的一个状况之下呢，所以我们就很难去切对面的克莱斯之类的英雄。那这里对面想要去跟我们打，那我们直接控制对面，这里先开启免伤，不要急着跑，因为我们技能还没有好啊。那我们这里秒速换装啊，然后呢就不能够跟他们打了。队友呢在打克莱斯这个小兄弟啊，那么多小兄弟去换掉对面一个克莱斯啊，那也没所谓啊，也是换掉，那换掉就好啊。那可是在我看来，更容易去切的就是对面的蝙蝠侠，还有对面的卢米亚。那也有希望一些小兄弟可能会跟着，那没有跟着也没所谓啊。我们这里呢，除了天丛云的话呢，其实很多小兄弟如果对面的坦度没有那么的高，不像这一队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个天丛云换成一个王者之剑。那这里看到蝙蝠侠在上路啊，有集结。那也看到我们卡莉也赶着过来。那注意小地图的动态，直接一个沉默啊，然后呢，这个闪现把他往这边推，因为我们的卡莉在这边，不能让他往左边跑，直接搭配我们队友把他人头收掉。
那我们这里呢已经看到对面的蝙蝠侠被收掉的状况之下呢，我们是5打4的一个状况。那如果大家都还健康的话呢，就可以做一波了，不需要把3路也推掉，这一波都可以了。那兵线已经到了中路的高地，我们直接把它拆了，不浪费时间。下路的没有兵线的话，就不需要太过于去想。那拿凯撒的话呢，其实没有说不可以拿，其实一波也可以赢了。而我们看一下小兄弟这个时间点呢，会去拿自家的这个红 buff， 其实真的已经不太需要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反而是会被对面又能够再缓一波啊。那既然队友想要拿这个炎魔神凯撒，也是可以跟着去拿这个凯撒的。那我们虽然死神镰刀还没有被对面打出来，可是我们呢先换成凝霜宝珠。因为呢，如果是你是从死神镰刀啊秒速换装凝霜宝珠的话呢，不太可能换得到啊，不太可能的一件事情。反倒是从凝霜宝珠换成死神镰刀呢，那就会轻松很多啊，就像你复活甲换成一个死神镰刀一样。那这里呢，我们把中路兵线带一带，那看到我们打野的状况不太好，那汉亚小兄弟这个时候没有来参团的话，就不可能做到一波了啊！这里不可能做一波了，只有把上路兵线先放进去，因为下路兵线必定会清掉。那倒不如一个3路兵线来去做一个应对，而且打野的状况也不好，是吧？那这里先把对面上路高地拆了。对面汉亚想要去我们直接一个闪现过去，他马上自己也交闪现，要不然他这里人头就掉了。反倒是我们直接他一开大，这个就是控他的一个时间点啊。为了打我们，他变成残血，然后我们搭配队友呢，把他人头收掉啊。还有对面的这个蝙蝠侠，对面有吕布小兄弟2技能一个沉默啊，然后开一个大招，把他人头呢重装模式把他收掉之后呢，兵线我们放了兵线上路已经到了，3路兵线齐到，换成轻装模式，把对面主堡拆掉，赢得这场胜利。感谢大家收看，我是麦听读。喜欢影片的话呢，别忘了订阅、点赞还有分享。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